一部口碑爆棚的怪兽片，特效更是精良中的精良。有怪兽，有冒险，还带点搞笑，但上映票房只有30万，那确实是有点搞笑了。没办法呀，谁让它在疫情期间上映了，也算是保障电影了。2020年的《爱与怪物》说有一颗小行星要撞地球，那人类就发射了一堆火箭，小行星是被炸毁了，但火箭里还有大量的辐射物质，导致所有的冷血动物变异了。以前杀死蟑螂用一只拖鞋就行，但现在用坦克都不一定能干掉。人类军队集合了所有的火力，和超级怪物们同归于尽。那战争持续了1年，地球失去了 95% 的人口，那存活下来的人只能在地堡里生存。阿强就是其中之一，已经在地堡里住7年了。那这个基地就他一个单身的天天晚上听着声音睡不好觉刺挠痒痒。在地下基地，食物是最重要的，狩猎队会定期出去寻找，但阿强因为胆子太小被排除在外了，他只能当后勤，负责做饭什么的。但这天基地突然被怪物入侵了，狩猎队赶紧装备上武器，但阿强也想帮忙。 Trying to make you feel bad, Joel. We love you, Joel. But you're unsafe. Okay, why did that speech feel so rehearsed? 那行动不是很顺利，他们失去了一名战士，阿强坐不住了，拿上弓弩就要出去帮忙。此时怪物已经进来了，是一只变异的蚂蚁。阿强已经被吓呆住了，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那这就是阿强的致命弱点，极度恐惧下就无法动弹。虽然无法参加战斗，但每次遇到的怪物他都会画下来，标注上怪物的弱点，而且他还会使用无线电，也是通过无线电他联系上了前女友阿珍。那俩人分别了7年，没想到对方都还活着，于是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。 How far away is Amy's colony? 但他们距离阿珍的基地足足有85英里，最少也要7天才能到。就算是全副武装的队伍，也只能在地面前进50英里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伙伴们都反对他去，但阿强非常的坚持。那没办法，伙伴们给他画了地图，叮嘱他很多的事情，让他机灵点，尽量躲着走。就这样，阿强终于走出了地堡，拿出队友给的地图，上面标注着要往西走。没问题，那就出发吧。没错，他没有方向感，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。那起初这场旅途还算顺利，但很快就听到了怪物的声音。阿强急忙躲进附近的房子，但房子里也不安全冰箱里有怪物，外边的池塘里也有怪物。精英级怪物，猛毒可爱嘎达宝，擅长弹舌攻击，直接吸入了阿强的脚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一只小黑出现了，那嘎达宝被惹怒了，直接进入了2阶段。上岸，小黑带他逃到了一辆车上，并且熟练地关上了门。那车上的生活痕迹表明，这儿曾经是小黑和主人的家，但也只是曾经了。如今陪伴小黑的只剩下了主人的裙子。阿强在这休息了一下，更新了一些怪物图鉴，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小黑却要跟着他。阿强带上了他主人的裙子，那一人一狗末日黄金组合。小黑在地面生存了很久，非常的有经验，帮了阿强很多，比如提醒他路边的浆果有毒。咱就说有这种大佬带着，那不是妥妥的通关吗？结果没走多远，阿强掉洞里了，墙壁上有很多的洞，那地上还有很多的骨，种种迹象表明这是变异杀虫的老巢。就在以为要死定的时候，一位满级大佬出现了，是一对妇女，看起来就很有经验，对各种怪物了如指掌，比如焚树怪、暴走兽、睡之怪等等。其中睡之怪最难缠，因为它会跟踪人的气味。当然这都是小女孩起的名。他们正好和阿强顺路，可以庇护阿强一阵的。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阿强携带的武器是弓弩。听小女孩说，大叔有个弟弟玩弩也特别厉害，大叔还教了他很多经验。第一课，确定安全前一定要观察，不然他们肯定发现不了后面有只睡之怪正在跟着他们。幸好这种怪物行动很慢，大叔要去的地方叫荒野雪山，听说那边有很多的幸存者，因为气温低没什么怪物。正说着，大叔突然让阿强别动，因为他后面的岩石是怪物，那是一只变异的蜗牛，岩石是他的壳。奇怪的是，大叔竟然安抚了蜗牛，让他带上阿强的衣服走了。大叔还说运气不错，蜗牛会把阿强的气味散播山谷，迷惑后面的睡之怪。原来不是所有的怪物都有攻击性，看他们的眼神可以分辨出来。晚上阿强更新了怪物图鉴，大叔还给他做了补充。这一晚阿强以为能好好睡一觉，结果第二课吃饭和睡觉只能2选1，因为怪物会闻到食物的味道。 Why wouldn't you tell me that though? I didn't do either.
那旅程还在继续，在小女孩的监督下，阿强的射箭技术是越来越好，同时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比如第3课不要走捷径，第8课每天都要训练射箭，第10课保持袜子的干爽，学会了分辨哪些植物可以吃，哪些植物可以解毒。阿强一路默默记着笔记，但大佬不会一直陪着你。阿强要去西边，父女俩要去北边。那分别前，大叔教了最后一课，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大叔还给了他一个手榴弹记住数到5就扔出去。那没了神仙队友，小黑又承担起照顾阿强的责任。然而在经过一片树林时，小黑突然惊恐不安，随后躲了起来，死活都不出来。那地面上伸出了很多的触须，传说级怪物仰卧起坐怪。那这怪物对声音很敏感，没等阿强发射弩箭，直接就被甩了出去。那怪物的目标是小黑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阿强想起了自己的父母，当时他眼睁睁看着父母离开，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，如今再次面临抉择是当一辈子的懦夫，还是当一时的英雄？虽然有点玄幻，但毕竟阿强现在等级高了。那晚上下起了大雨，一人一狗躲进了房子里。意外的是，这里竟然有个机器人，而且还在运转，但可惜它只有51分钟的电量了。不过在停止运行前遇到了阿强，机器人表示很开心，他的程序就是服务人类，所以他愿意为了阿强奉献出自己余下的电源，让阿强使用电台联系阿珍。得知阿强距离自己很近了，阿珍表示会派人去接他。那通话过后，机器人只有15分钟了，他有一个心愿，想去外边看看。阿强把他搬到了外边的沙发上，看着阿强心事重重。机器人根据他的姓名和出生地，在资料库里找到了他父母的照片。I miss you guys so much. 他为人类耗尽了最后一丝电量，甚至都没说一声再见。阿强为他建了个坟墓，继续踏上了旅程。但运气非常的不好，他遇到了史诗级怪物沙虫虫后。虫后没有视觉，全靠声音捕猎。本以为躲过一劫，但小黑发现主人的裙子掉进了河里。虫后再次被吸引过来，阿强见状赶紧冲向背包，拿出了那颗手榴弹，成功击杀了虫后。但是水里也不安全，他现在满身都是吸血虫，那变异的虫都有毒。阿强出现了幻觉，幸好旁边有解毒的草，让他暂时缓解了一下。那朦胧中他好像看到了阿珍，阿强想都没想就吻了上去。那再次醒来，他已经到了基地，刚才的一切不是幻觉，阿珍确实救了他，只不过他亲的是别人。Yeah. 那阿珍说最近有一艘游艇出现，船长说可以带他们去安全的地方。那阿珍的基地三面环山，正面靠海，看起来危险，其实并不安全。他决定带着人跟船长走。而对于阿强的寻爱之旅，他好像没有感觉，毕竟都分开7年了，物是人非呀。阿强想用无线电联系伙伴，船长则给他送来了食物。翻看伙伴给的地图，发现后边全是留言，我们永远是一家人，回来吧，我们爱你。 Yeah, Ray, is that you? It's me. Hey guys, it's Joel. It's Joel. You made it. Joel, you're kidding. 阿强想分享这一路的经历，但无线电突然中断了。基地那边看来也不太好，他突然想回去了，那里才应该是他的家。那这时候他发现船长给的食物竟然是有毒的浆果，那直觉告诉他船长是坏人。刚想出去通知阿珍，结果就被人打晕了。原来这船长是窃食者，专门打劫别人的食物和补给。他的游轮确实很安全，但想要游轮运转就要有燃料，而燃料就是没错，高端的生物动力学。船长撤到了船上，留下螃蟹吃自助餐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小黑又出现了。那没了他，这个家都得散。阿珍也是个战神，打败了留下的看守，而阿强已经被螃蟹给抓住了。但他发现了螃蟹的弱点，他让阿珍把枪扔给他，但阿强犹豫了，因为螃蟹的眼中是友善，他只不过被人给控制了。那相信直觉，他打断了锁链，螃蟹重获了自由，转身走向大海。那末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人心。阿强决定回去找伙伴，因为人生并不只有爱情，何况爱情他也没有了。回去的路上虽然艰险，但他还是见到了家人们。他把自己学到的经验用电台分享了出去，并决定带着大家前往那个安全的雪山。但雪山真的安全吗？ Snow spiders would probably get him. That's not a good way to go. 那电影到这就结束了。看伏笔其实是有第2部的，不过票房实在太惨淡了，估计也是有生之年了。那么这期到这儿吧，咱们下期见，么么哒。